栾儿，爹，你是来接我回家吗？栾儿，你一向是最懂事，会体谅我们的难处。爹，哥，从我嫁给严不明，他就天天折磨我、打我。你们带我回去，我要跟他和离。栾儿，别怪爹心狠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长公主。我只是在街上撞到了长公主，她打了我一巴掌，骂了我2句。可谁人不知长公主跋扈凶狠，韩侍郎的女儿抢了一只她看中的簪子，她就将韩侍郎义府的人都给杀了。万一要是长公主因为你嫉恨上萧家和严家，我们2家就完了。可我是您的女儿啊！就因为你是我萧家女儿，就不能给我萧家带来祸事。妹妹，你反正在严家也是受折磨，早死了也免得再受难。免得我在严家受难。哥，当初是你犯了案被关大牢，爹娘求着我，逼着我嫁给了严不明这个恶满京城的烂人，你才能继续当伯府世子。我以为爹和哥哥今日是来接我回萧家，没想到你们却是来杀我。心生为何都难免斑驳，而我是混乱。栾儿，别怨爹。不好了，鬼将军带兵打进来了，现在京城都乱套了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栾儿，可怎么办呀？你哥哥他被抓进大牢了。娘，你说什么？哥哥被抓了？他怎么就被抓了？他在横楼跟人起了口角，失手打死了人，当下就被抓进了刑部大牢。我回到了萧陵被抓入狱，我还没嫁给严不明之前，真是老天有眼啊！栾儿，你哥被抓进刑部大牢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。我怎么救哥哥？我派人打探了严尚书的意思，若你能嫁给他的独子严不明，他能操作一番，让你哥哥无罪释放。严不明，京中传他棉花素柳，喜好虐打女子取乐，臭名远扬，无人愿意跟他一亲。我不嫁他。栾儿，明明你能救他，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吗？你想想，栾儿有多疼你这个妹妹。栾儿，你嫁过去是正妻，严不明也就对丫鬟和那些风尘女子虐打，不会对正妻出手的。你要是在严家受了委屈，你就回娘家来。娘，严不明他动不动就拿鞭子打我，脚踢我，用绸布勒我，我快要活不下去了。栾儿啊，夫妻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，嫁了人就要以夫为天。听夫君的话，他动手打你，肯定是你没有做好。你要好好反思，收一收你在娘家的脾气，多听夫君和婆家的话。像是你这样跑回娘家就是不对，我让人套了马车，这就送你回严家。我不嫁，你们另想他法救哥哥吧。我拒绝嫁给严不明后，爹就气急败坏地将我关进了柴房。栾儿是咱们伯府唯一的男丁，他要是死了，咱们伯府就完了。栾儿，救救你哥哥，救救萧家吧！栾儿最疼你这个妹妹，她见到什么好东西都要买回来给你。吵死了！绑了送去严府，先生米做成熟饭。姑娘，奴婢把您的一些不常用的首饰拿去当了800两。子玉，我目标太大，很快就会被萧家找回去。接下来我说的事很重要，你带着这些去书铺拓印上万份，然后召集京城所有的乞丐，贴满大街小巷。啊，奴婢以为姑娘要逃走。我们势单力薄，估计还没出京城就被萧家找到。萧家不会放过我，我又会轻易放过萧家。前世子玉跟随我去了严家后，也没逃过严不明的魔爪，被虐待致死。他临死前还紧紧抓住严不明的腿，让我逃。一定为我们保
丑！你本事倒是大了，被迷晕了还能跑掉？因为女儿不愿意嫁给严不明，爹就要把女儿迷晕送去。萧家千恩万宠的将你养大，你也该回馈萧家的恩情。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乖乖听话，也少吃些苦。鸾儿，你毕竟是爹的女儿，爹也不想你受太多的罪。天亮了。哎，你看传单了吗？上面写说定远伯府的世子打死了人，被关在刑部大牢。定远伯跟刑部尚书严大人达成协议，说定远伯将女儿嫁给严公子，刑部尚书就能把定远伯世子无罪释放。传单贴的满大街都是了，权贵杀了人都能无罪释放，那以后还有我们老百姓的活路吗？就是我们关注点，总苦主寻来了，大家一起去京兆尹闹去。姑娘，死者的家人收到您的消息进京了。好，我这就领着他们去京兆府。前世，在严尚书和萧家的暗箱操作之下，死者家人最开始得到的消息是死者病死京都。3个月后，有一同乡有人带回死者是被人打死的消息，死者的兄长才赶来京都申冤。奈何萧家和严家早就打点过，他还没上衙门，就被人暗中打断了双手双腿，没几天也死在了京都。定远伯世子萧郎杀人，刑部尚书包庇，求京兆尹大人做主，严惩凶手，还死者公道。严惩凶手，还死者公道！严惩凶手，还死者公道！回大人，我兄长萧郎杀了人，如今正被关在刑部大牢。严尚书与我爹定远伯达成协议，只要我嫁给严不明，就能让我兄长无罪释放。若大人对小女所言有疑，可传唤严尚书和定远伯前来对质。萧家嫡女亲自把事情闹出来，严家和萧家为表清白，联姻一事只能作罢。如此一来，她就不用被逼嫁给严不明那个烂人。哼，别说这名动京城的萧家嫡女还真不一般呢。本府已经派人前去请严尚书和定远伯，只是你们无凭据就明告官，按律需受20杖刑。萧鸾愿受20杖刑。这还是等定远伯来了再说吧。大人容禀，严家和萧家并无联姻之意，定远伯爱子心切，才与本官打探了些萧郎逝职的消息。我是有在给鸾儿议亲，估摸着是府里乱传了谣言到鸾儿耳边，鸾儿做错了事，他该受到的惩罚，我绝不会去徇私干预。定远伯世子萧郎杀人案，本府会持续关注，为保证律法公正严明，绝不会让人钻空子行不法之事。定远伯，萧姑娘以民身告官，按律需要杖刑20。鸾儿女子之身，哪能受这等刑罚？女儿无知犯错，我这个当父亲的罪责难逃，就由我带鸾儿受这20杖刑吧。哎呀，罢了，既然两位大人不追究，这场闹剧就此作罢吧。萧郎，这一世你休想逃脱。鸾儿，随为父回家吧。逆女，竟然跑去京兆府击鼓，还将亲老子都供出去，萧家真是白养了你了。现在你休想把我嫁给严不明，救出萧郎。你怎么这么狠心？那可是你哥哥呀，你要盼着他死吗？生做萧家女，就该为萧家做贡献。我原还想给你找个好人家，现在你自己坏了名声，没有好人家要你。陆侯虽然60多了，倒是很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子。出嫁前就安生的在柴房里待着。
父亲要我嫁给严不明，我能毁了；嫁陆侯，我就毁不了吗？只要萧家还在，你还是萧家的女儿，再怎么折腾都逃不了。妹妹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不救我，还闹着要我给那个贱民偿命，真是白疼了你。爹周转了好一番，才让我被判那个流放3000里，又安排了人替我去流放，害得我要隐姓埋名，离开京城多2年。萧家可真有能耐，你就等着以后被陆侯折腾死吧。嫌犯，鬼面将军贺不起。贺将军留步，我有办法能让贺将军光明正大的搜查萧府。萧府藏匿逃犯，本将军特来抓捕逃犯。放开我！我是伯府世子，你们敢抓我？萧郎失手杀人，被判了流放3000里，却逃回家里，罪加一等。郎儿回府拿些东西，马上就出发，还望贺将军通融通融。好，那本将军亲自派人护送定远伯世子。本将军要再看看萧府还有没有窝藏别的嫌犯。小女带将军四处看看。我爹藏东西不会放抽屉或者暗格，小的时候在书房里见过一回，果然他还没改这个习惯。多谢。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逆女，你要害死萧家吗？你们不给我留活路，那我就让萧家全都死光。我有办法能让贺将军光明正大搜查萧府。萧郎被判了流放3000里，但是萧家暗中将他换了出来，改名换姓送出去。萧郎贪图舒服，今天这大半夜他定然不会离开。贺将军可明日一早就带人来萧府搜人。搜出的信件能给萧家治罪吗？萧家若被治罪，你身为萧家女也会受到牵连。萧家根基深厚，搜出来的信件应当难以置萧家于死地，不然萧莲不会这么轻易让贺将军拿着信件离开。前世虽然我没撞见，但贺不弃肯定也搜过萧莲的书房，可直到我死，萧家都还好好的。信件上隐晦地提到2桩贪污案，但不足以扳倒萧家。不过你将萧郎杀人案闹得太大，有不少御史盯着萧莲参，这2桩贪污案参上去，萧家得出点血。会如何？轻则罚俸降职，重则受刑入狱，但胜信难测。看来因为我的原因，改变了一些前世的轨迹。萧家出事是早晚的事，你要早做打算，脱离萧家，比如出嫁。多谢贺将军提醒，我已有计划。那2桩贪污案虽提到定远伯，但并未查到定远伯参与其中。他是知晓此事，未及时禀报，还请皇上开恩。定远伯教子无方，家风不敬，有神社贪污案，不得不罚。那就褫夺定远伯封号，停职3月，专心管教家事。小兰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上公堂诬告自己的亲爹，害得亲哥哥被流放，还带人搜查萧家，害得你爹被夺了定远伯封号，你简直是个祸患。这个女儿真恶毒啊，连自己家里都害。谁家要是有这么个女儿媳妇儿，都得家宅不宁啊。何止家宅不宁啊，我看啊是会家破人亡。亏得萧鸾还是什么名动京城的贵女，萧家养她培养她，她都能对萧家恩将仇报。怎么，我没听你们的安排，嫁给严不明换萧郎无罪释放，我就是不孝女了？这是让你嫁人，你就想萧家全都死光，狼心狗肺。外面何事如此喧哗？是萧家母女在决裂，萧家逼萧鸾嫁给严不明，萧鸾不愿意。萧鸾，本公主要了。孙子，不好了，萧鸾被长公主带走了。
我需要人，请长公主放了萧鸾，在下愿为长公主差遣。皇兄有意撮合你我，但谁人不知鬼面将军贺不弃嗜杀凶残，长得丑陋不堪，才常年佩戴面具，更是客气。本宫自然不想嫁你，我会去向皇上拒绝此事。可惜呀，本宫不想放了萧鸾。贺将军请回吧。贺不弃紧咬军饷案已经从你萧家查到了不少，求大人救救萧家。萧家与我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萧家出事我也逃不了。你那个女儿已经是个废子，既然她跟贺不弃走得近，不如……皇上，贺将军守护边疆，战功赫赫，却因战事蹉跎了婚事。老臣想多是替贺将军保个媒。萧家嫡女萧鸾才貌双全，是名动京城的贵女，与贺将军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倒是个良配。贺爱卿，你意下如何？臣谢过皇上。好，朕这就为你们赐婚。我16岁时，皇兄登基不久，根基不稳。为了稳固他的皇位，我被赐婚给了郑国公嫡子。我那丈夫喜好酒色，喝醉了就打人。我第一个孩子就是被他酒后毒打溜掉的。他酒醒后又跪着求我原谅，可我哪里能原谅他？几次给皇兄传信，让皇兄允我和离回去，皇兄都拒绝。半年前，皇兄突然传信给我，说心疼我这么多年受苦了，会解救我出来。不出半月，我的夫君就得了急症而亡，而我才被接回了京城。到了京城，我才知道皇兄想让我嫁给那个鬼将军贺不弃。哼，谁人不知那鬼面将军的恶名？京城女子无人愿意嫁，皇兄将我从郑国公府那个狼窝救出来，就是为了再将我推进鬼面将军这个无间地狱。前世倒是没有听说长公主嫁给了鬼将军，看来这桩婚事没成。贺将军私语传言有假，他不像坏人，或许于公主而言，他是个不错的归宿。可皇兄是要杀贺不弃。那日在街头听说了你的事，好像是看到了我自己，便顺手救了。我也想有个人救我。小女还有一事不解，听闻前不久韩侍郎的女儿抢了公主看上的簪子，您就把韩侍郎一府的人都灭了。皇兄要他们死，正好找了这个借口。公主，皇上赐婚萧鸾姑娘和贺将军，贺将军和萧家人拿着圣旨在府门口要接萧鸾姑娘走。啊！赐婚我跟贺不弃？鸾儿，皇上赐婚，你该跟为父回萧家待嫁。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？瞧瞧，刚刚你还替鬼将军说话，没想到这婚事就落到了你的头上。这回是萧家，还是跟他走？你可要想清楚。萧家那个虎狼窝，我不会再踏入一步。皇上给鬼将军赐婚有6次了吧？前面4个都是赐婚没多久就莫名其妙的死了，第5个害怕被克死，没多久就跟人苟合还了孽种。皇上原本是要怪罪他，没想到鬼将军竟然还成全了他们。不知道这个萧鸾是被克死，还是跟前一个做同样的事啊？很抱歉，赐婚之事非我意料，我会想办法毁掉这门婚事。我那些客气的传言吓到你了，你害怕被我克死？不是，那你是怕我容貌丑陋，不堪与你为配？容貌再丑陋，又哪里丑得过人心？严不明萧家人才是真的丑陋。那你怕我嗜杀凶残？贺将军战场杀敌，才有百姓安稳的家园。你从不是可怕之人，而是可敬之人。既然如此，你嫁给我，便能彻底脱离萧家。我是想脱离萧家，可这对你不公平。婚姻该由自己选择，而非别人安排。想为你的星光，我闻声余生。
我提笔生死为何，应该只剩眼神路分出。皇上是给我赐婚过很多次，但他其实并不想让我有强盛的妻族，却又不好给我指挥没有根基的女子。第一回，他给我赐婚的妻子是个久病之人，那女子愕然听闻要嫁一个相貌丑陋、嗜杀凶残的人，吓得病情加重过世了。后面几个人的死都是皇上的手笔。那你为何戴鬼面，还传出相貌丑陋的传言？丑陋鬼面在战场更显威名吧。他是自毁名声，让皇上更少些忌惮。现在你可更改毁了婚约的心思。我有办法脱离萧家。贺将军，若非两厢情愿的婚姻，恐成怨侣。将军明明也不满赐婚，为何还要在萧姑娘面前摘下面具？您就不怕她看到您真实的容貌，纠缠于您？哎呀，你个毛头小子晓得啥子？你晓得宫孔雀为啥子开屏吗？啊，那是想求偶了噻！你个单身狗懂得个啥子哟？多嘴！那个黄鸾多好看一个女娃儿啊，长得又好看，是又聪明，以后她和将军生下来的小主人呐，一定比别人都好看，都聪明。本公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个贱人还敢拒绝？没人能拒绝本公子。你女儿，本公子买了。慢着，田公子无故殴打强买民女，本将军请你去一趟刑部。刑部那是我家，我爹说了算，我就是杀了人，也没人敢拿我怎么样。那本将军就替严尚书教训你。贺不气，你敢打我？把他绑了，送去刑部。萧鸾，被赐婚给鬼将军那个丑陋的阎王，你很快就要被克死了。别人骂他也就罢了，可你与人私通，皇上降罪你们，是他求情放过你们，你该感谢他。哼，他长得丑陋不堪，哪里配得上我？他那种人就该早早死在战场上才对。你早晚会后悔。你这个新未婚妻配得上你。你不好好在贺府备嫁，怎么跑来找本宫？我想请长公主对我发难，然后去萧家发难。为何？让萧家觉得我得罪了长公主，会给萧家带去祸事，从而让我脱离萧家。你嫁给贺不弃，萧家就不能再为难你了。终归是你的生身父母，何必闹得那么难看？我不想接受被安排的一生。被安排的一生。萧鸾，你很厉害。萧鸾他敢嘲笑本公主死了丈夫，你们萧家就教出这种德行的女儿？啊！长公主饶命，萧鸾早跟萧家离心，她在贺府都不回来，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哼，只要她在你们萧家族谱上一天，她就跟你们萧家脱不了关系。本宫奈何不了贺不弃，那就只有拿你们萧家撒气了。萧鸾他惹怒了长公主，跑去侯府躲着，却要我们说他清廉。我这就将萧鸾从族谱中划掉，逐出萧家。萧鸾要是被逐出萧家，那本宫就不能找你们麻烦。长公主，萧鸾从此不再是萧家人。他被长公主责难，就将女儿逐出萧家。我是该恨，还是该谢萧家人的凉薄无情？啊！你是联合长公主演戏，想让我将你逐出萧家？哼！脱离了萧家的庇护，你等着后悔吧。没有萧家的庇护，我想我会活得如鱼得水。贺将军，我拿到了萧家的脱族文书，你可以放心的对付萧家，不会牵连到我。恭喜萧姑娘。贺将军怎么老是摘面具？他不知道他这张脸对女子的诱惑太大了。发什么呆呢？没什么。我们的婚约解除之前，萧姑娘还是继续留在贺府，与我扮演情投意合的未婚夫妻。好，
东风吹离愁，花落满西楼。小姑娘，既然演戏就演全套，这是我府中一些账册账本，以后府中大小事宜都交由萧姑娘打理。啊，这大可不必吧？我们府里头以后有萧姑娘管到，那就巴适热闹又安逸噻。我父母早逝，府中又无主母经营，这些年一直都是管家打理府中事务和田庄铺子。我不善经营，有好多个产业叫我搞的又要关门了。贺将军说的对，我会演好贺府的女主人。贺将军放心，产业经营和内宅诸事安排我都极为擅长。萧家那些产业在我经手后，都成了极赚钱的铺子。听你那个一说，那筹备你们两个成婚的事，就按照萧姑娘安排的来办嘛。这我筹办我们的婚事，贺将军，你我是未婚夫妻了，你换我表字怀英吧，显得亲近些。我换你鸾儿，可行？怀英。我与萧家血亲成怨怼，萧家不会轻易放过我，而贺不弃查到萧家，他们也早已成死敌。为了活着，我也会帮助贺不弃赢。我记得前世死前听到鬼将军贺不弃领兵攻进了京城。姑娘，姑爷把奴婢的卖身契从萧府买了出来，以后奴婢还跟在姑娘身边。小贺将军，不许乱喊。多谢，我刚想了法子去换回紫玉的卖身契，没想到你比我还快了一步。鸾儿，你我成亲在即，你的丫鬟喊我一声姑爷哪里有错？这是紫玉的卖身契，你从萧家出名，自然也就没有了嫁妆。这几日我让人去给你置办了些嫁妆，册子都在这盒子里了，数量少了些，日后会陆续再给你添。这份嫁妆永远都属于你。我与贺将军不曾有恩，也无旧时之情，贺将军为何信我护我，还对我这么好？难道当真倾慕于我？姑娘，女孩子家哪能这么直白的问啊？这种话你要跟姑爷在闺房里问。萧姑娘能为了自己不受亲人裹挟，为救自己足智多谋，也不依附于别人的拯救，这份强大足以令怀英另眼相看。既然我们被绑在了一起，怀英愿意对自己人好一些。自己人？鸾儿可愿与怀英成为自己人？白日里姑爷说给姑娘备的嫁妆不多，我还以为姑爷谦虚呢，原来是真的很少很少。我看过贺府的所有账册，本来贺府的家底就不厚，管家也是真的不善经营，可以说他给我的这份嫁妆几乎花了贺府90%的家底。好，那我们以后就是生死相托的自己人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没伤到要害。我潜入兵部尚书府找一本账本，被发现了。根据情报，这个账本是重要证据，但是我没看出异常。能让我看看吗？你受伤了，先去休息，我还要看很久。无事，我陪着你。今朝只恨深秋也不能共活过，人间太辽阔，人心都随水逐波，是非谁能辨夺？看完账本后，我整理出来的账目涉及白银340万两，江相、镇国公、承恩公、宁远侯等100余官员牵涉其中。多谢了。此案掀起，会震惊朝野。你想听听这账本背后的故事吗？去年秋日，我们已经连续征战了3个月，深入敌军腹部，死伤惨重。寒冬来临，冰雪覆盖，军粮物资已经延迟了半个月还没送到。将士们一直靠挖野菜、打猎和稀粥熬着。军粮送来那天，将士们特别高兴，哪怕那天寒风凛冽，穿着单薄的秋衣，也丝毫不觉得冷。将军，军粮物资到了，今晚我们能吃上馒头了。你小子也不想点好的，今晚上吃肉。这里面全是沙粒石子，没有一粒米。什么？去看看冬衣。将军，刚发下去的冬衣发现重量不对，拆开一看，里面装的全是柳絮叶子，一点棉花都没有。怎么办？我们怎么活呀？
是土匪打劫走了所有东西，不怕被怪罪，就用这些来充数。把战马全都杀了，皮扒下来做成皮革御寒，肉和血大家分食果腹，吃饱了拼尽全力打好下一战。是。那一战可以说是险胜，将敌军打退50里，我们的人也战死了70%。那一战后下了很大的雪，剩下的将士冻死了一部分，饿死了一部分，剩下还活着的人只能扒开厚厚的雪，挖草根果腹。我们的将士没一个怕死的，可害怕这样死。为何不撤离？我们要是走了，敌军就会立刻攻打过来，对周边的百姓烧杀抢掠。去年贺家军军饷被替换成沙利柳絮一案中，京城暗中彻查后，发现军饷并非被土匪打劫，而是由江相、程恩公等人主使，此为名单证据，请皇上肃清朝堂，还我朝一片清明。这册子上牵连此案的官员有数百名，贺爱卿，你是要将朕这满朝文武都换一批人？臣一片赤胆忠心。将士们在外浴血奋战，朝中有人胆敢打军饷的主意，此案就交由大理寺和京兆府共同调查，若经查实，一律严惩。军饷案公开调查后，萧家被查到牵涉此案，立即就被查封下狱。严家、江相府、镇国公府、承恩公府接连被查封，一时京城内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。而贺不弃与我此时在府中钓鱼。没想到皇上真的大力调查，连江相和承恩公都被定了罪，边疆的将士们总算可以瞑目了。哼，事情进展比我预料的顺利得多，甚至顺利的有些诡异。前世军饷案还没调查开，你就带兵打进了京都。从皇上对军饷案的态度来看，你不会莽撞谋反，你也不是为了一己名利就置国家和百姓不顾的人。那你谋反的起因难道是皇上？怎么这么看着我？哦，成亲事宜准备妥当了，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该成亲了。现在的京都好像也需要一场喜事来平复。很抱歉没有给你一场风光热闹的婚礼，没有宾客，没有亲朋长辈。军饷案一出，京都的人对你恨得咬牙，哪里还会来吃喜酒？反而这是一场符合圣意的喜事。这件喜事之后，京都的阴霾都会被压下。我总算是看到少主人成亲了。我打地铺。对了，等下我要出去一趟，你早些休息。圣上爽快地处置了军饷案的所有官员，太反常了。军饷案300多万两，涉事官员却高达100余人。之前的江南镇灾款800万两被贪没，牵涉的官员只有30多人。江相、镇国公、承恩公3尊大佛全掉进了一间小庙，太过离谱。就看下一步棋子落在哪里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新婚夜不好把新娘子晾着。这么晚了你还没睡？有些账目算一下。我买了福满楼的烧鸡，一起吃点。好。对了，我总觉得军饷案有些问题，可能还有一些隐情没有查到。我知道。夫人，长公主来了，在正厅里等您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天刚亮就来扰人新婚，和婆婆也没喊得这么早。她肯定是出了不得了的大事。小卵，皇兄让我嫁给平西侯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不想嫁，不想再当受皇兄摆布的傀儡。小卵，你能帮我吗？只要长公主想要的，萧鸾拼尽一切都会帮你。今日宫里传来消息，皇上有意将长公主赐婚给平西侯。军饷案将满朝文武清洗了一遍，接着皇上要重用手中有兵权的平西侯，与我相互掣肘。我总觉得皇上这些动作不只是简单的君王制衡之术。
我以前为了逃离萧家安排的婚姻，反抗了很多，可最后真正意义的成功是脱离萧家，扳倒萧家。所以这事的关键人物不是平西侯，而是皇上。那我们要扳倒皇上，谋反？您可太能想了，我们得想办法让皇上无法再掌控长公主，比如长公主强大到需要皇上去拉拢，或者长公主手里有皇上的把柄。变得强大让皇兄拉拢暂时不可能，看来我得多进宫去找找皇兄的把柄。还有第3个办法，与一方强大势力合作。贺将军此意，莫不是有这样的人选了？季宁侯要回京了，他的小儿子还未成亲，长公主可以与其契约成亲，1、2年后和离便是。怎么有男人在公主的床上？滚出去！你怎么这么糊涂？季宁侯马上要回京了，你跟他小儿子闹出这事，那个二世祖闹得满城皆知，非要你负责。朕还怎么把你赐婚给平西侯？我吃醉了酒，不知怎么就与他到了一处。不过皇兄放心，我与燕千慈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你又不是黄花闺女了，谁在乎你跟他清不清白？要保住你身份的高贵，皇家的颜面，就得把你赐婚给那个二世祖。反之，就是朕把放浪成性的你赐婚给平西侯，不是拉拢，而是打他的脸。那皇兄赐死我吧。算了，济宁侯也算一股不错的势力，平西侯那边朕再想别的办法。朕承天序，福有四海，自有长公主李明月，乃朕之嫡妹，性禀温公，赐长公主齐昭与济宁侯幼子燕千慈为配，择日完婚。我今日打算将兵权交出去，就说要多陪夫人过些闲散自在的日子。等等，那就卸掉凶狠的伪装，用一张绝美的面孔搅动京都女子的心神，陷入桃色八卦中心，才会让圣上真正的放心。哎，听说鬼将军贺不弃摘了面具后是个绝美的男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真是京都第一美男啊！夫人，这家的拔丝地瓜味道一绝。夫君，我最近好像胖了，不能吃太多甜食了。夫人唇红齿白，肤若凝脂，窈窕正相宜，分明是最好看的女子，哪里胖了？贺将军真是又帅又宠妻啊！赐婚的时候，人人都嘲笑萧鸾，现在人人都羡慕他，嫁的夫君长得好看，孔武有力，还宠他。看萧鸾那面色红润，春风得意，可见是吃的真好啊！贺不弃明明长得这么好看，他居然故意戴面具遮挡，还对外宣扬长相丑陋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会悔婚啊？有贺不弃那样的美男子，就不留着你碍事了。救命啊！走水了！贺不弃，你开门！我才是你的将军夫人，是你骗了我！哪儿来的野狗乱吠？要不是你隐藏容貌，我也不会退婚，所以你是我的丈夫。萧鸾，你进门晚，只能当小妾，你还不快来扶我这个正妻主母起来？李云舒，你是癔症了吗？哈哈哈！贺不弃艳福不浅啊！说来，要不是他隐瞒相貌，李云舒才是他的夫人。要不就让李云舒住进将军府吧。皇上英明。贺爱卿啊，李姑娘的家被大火烧没了，原先她就是你的未婚妻，那就让她留在贺府吧，也好让你们再续前缘。皇上，臣已经娶妻，还是您赐婚的。也是啊，李云舒跟你的婚约还是朕赐的。凡事有先来后到，李云舒还是在前呢，不如就让李云舒当正妻，萧鸾为妾。皇上打趣臣了，臣此生只愿与鸾儿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萧鸾只是一介孤女，难得李云舒对你情根深重。军饷案的背后主谋是当今皇上，江相等人也只是其次，就等着你掀起军饷案，让皇上有理由除掉他们。他想整个天下的权势都握在手里，
他没有想过百姓的死活，没有想过在外征战的将士们的死活，只玩弄他的权势，他就不配当天下之主。这回你下定决心了吗？我们合力吧，我在永州城置办了产业，你带着嫁妆去永州吧。这么突然，是因为李云舒？难道淮阴新月之人是李云舒？不是，萧姑娘为了求生，一路吃了很多苦头，而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很危险，若是失败和被灭九族，你很努力的活着，我不能将你带入死局。看来前世造反的事现在开始了。我会离开京都，如果你的事失败了，我会将你也带去永州，所以你要活着。我按照贺不弃的安排离开了京都，我当了2辈子的京都贵女，想换种活着的方式去见见广阔天地。至于贺不弃，我给他留了一条京都的暗线，这条暗线能帮他输送物资以及撤离，愿他一切都好。贺不弃成功了，琅琊王沈毅登基为新皇，上一任下了个罪己诏后，被幽居在沈园。贺不弃还是大将军。山河无恙，海晏和清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你说要带我来永州，一直没有音信，所以我自己来了。这条街上就有3家铺子是我的，我还在九嶷山买了一座茶园。淮英，以后我的生意会做得很大。我闲着的时候会去逛街、泛舟游湖、上山采茶叶，忙的时候看看账本，去跟各色各样的人谈生意。这样的日子过得比当京都贵女、高门厚宅主母有滋味的多。萧姑娘一路精彩，应该需要个武功高强的侍卫相随吧？在下毛遂自荐。你今日盛装打扮是有什么安排？跟人谈生意？以前谈生意未见你这般看重。度娘子介绍了位男子让我相看，今日你就不必跟着我去了。什么？你要去相看？我们成过亲了。我来永州前，你不是给了我和离书吗？你撕了。那现在你也只是我的护卫，管不着我相看谁。那我不当护卫了，我要当老板夫。人间芳华尽，波及你浅笑盈盈，难分明珠，注定傻子，不逼一逼你，你就打算当一辈子的护卫了？余生的流年下冰，红线轻轻